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谷歌地图刚刚推出了10年来最大的一次更新。在我看完 Google 的官方 blog 之后，觉得大多数报道都说浅了。这次更新的意义远不是地图加了个聊天框，或者导航变成3D 了这么简单。所以今天我们花8分钟时间讲讲谷歌地图到底有什么变化。首先，一句话总结：Google 这次真正做的事情是让地图第一次开始理解你到底想干嘛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以前你用地图搜咖啡馆，出来一堆结果，你得自己一条条翻评论，看哪家不用排队，哪家有充电座，哪家离你近。这个过程全靠你自己。现在呢，你可以直接问他一句话：我手机快没电了，哪里能充电，而且不用排长队买咖啡，他直接给你答案。再比如，我要去大峡谷、马蹄湾和珊瑚沙丘自驾，沿途有什么值得停的地方？或者朋友从城东过来，我从城西出发，今晚7点，4个人有没有氛围好的餐厅？注意，他还知道你平时爱吃素食，所以推荐的都是有素食选项的店。这个功能叫 Ask Maps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不就是地图版 ChatGPT 吗？这么理解不能说错，但太浅了。关键在于，以前地图只能处理结构化的需求，你得知道自己要搜什么关键词，地图才能帮你匹配。但现实生活中的出行决策哪有那么清晰？想找个适合第一次约会的地方，不要太吵，这种话你以前没法跟地图说。想找有氛围感的店，不想踩雷，这种需求里全是模糊的、主观的、带语境的信息，传统地图根本接不住。Ask Maps 之所以能接住，靠的是2个东西。第一，Gemini 大模型的语义理解能力，它能听懂你话里的隐含条件。第二，Google 20年积累的数据底座，3亿个地点，5亿社区贡献者留下的评论和经验。以前这些评论只是你自己翻，现在他们成了 AI 推理的素材。地图第一次能把海量的人话变成可计算的决策依据，而且找到之后，你不用跳出去，直接在 Maps 里订餐厅、收藏、分享给朋友，一键导航，整个链路闭环了。所以 Ask Maps 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试图把这部分成本从用户身上拿走。它不是简单把搜索框改成对话框，它真正做的是理解自然语言里的隐含条件，然后结合地点、时间、偏好、路线和评论，直接输出可行动的选择集合。这意味着谷歌地图不再只是回答哪里有，而是在回答什么更适合你，为什么适合你，你现在就可以怎么做。这是地图产品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意图计算阶段。上面是出发前的变化。路上呢，Google 同时推出了 Immersive Navigation， 这是导航界面1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重做。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会觉得这是导航界面更炫了，地图更立体了，像游戏一样。但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什么？你想想，传统导航告诉你前方200米右转，走第2出口，保持在右侧2条车道，这些指令在逻辑上没问题。但你到了那个复杂的立交桥底下，5条车道交汇在一起，你还是会慌。为什么？因为指令是抽象的，它没有变成你脑子里的空间图像。新版导航做的事情就是补上这个认知断层。它用3D 实景把你周围真实的建筑、立交桥、地形都渲染出来，该转弯的时候高亮车道线，该注意的时候标出红绿灯和停车标志，不需要的时候这些信息自动消失，不占画面。语音导航也变了，以前是机械指令，2个出口后驶出，现在变成像副驾在旁边跟你说话，经过这个出口，下一个出口下去走 Illinois 43 South。 它不只是告诉你做什么，而是帮你建立连续的空间预判。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，最后1公里，你快到目的地了， Maps 会用街景帮你预览周围环境，告诉你建筑入口在哪，停车场在哪，甚至该走马路哪一侧。这个体验提升是巨大的，尤其在陌生城市。这些3D 能力背后 Google 说得很清楚， Immersive Navigation 的空间理解来自 Gemini 对 Street View 航拍图像和实时世界信息的分析。这意味着导航不再只是路网算法，而是开始融合了图像理解、场景建模、语义标注、实时交通状态、语音交互设计。它让导航从箭头系统进化成环境理解系统。总结一下， Ask Maps 解决的是认知负担的问题，把原本需要大量搜索、对比、筛选的探索过程压缩成一次自然对话。
Immersive Navigation 解决的是导航焦虑的问题，用 3D 实景、智能预览和自然语音，让驾驶者对路况有更强的掌控感。好，说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 Google 厉害，Gemini 厉害，但我想说的是，这次升级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 AI 模型本身，而是 Google 拥有一套几乎没人能复制的数据底座。我给你报几个数字：3亿个地点，5亿名贡献者，每秒500万次交通更新，每天1000万条司机主动上报的路况信息，全球路网、海量街景、航拍数据、营业时间、入口位置、用户偏好，这些东西堆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接近数字地球操作系统的底座。很多产品都能做 AI 搜地点，但能做到答得准、结果可执行、路线实时算、个性化不瞎猜，最后还能一键完成预定导航闭环的，目前只有 Google Maps。这就是为什么说 Gemini 让 Google Maps 变聪明，但真正让这次升级有革命性的是 Google 已经花了20年建好了这个底座，模型可以追，数据飞轮追不上。最后我想说说这件事更大的意义是什么。过去20年，地图产品的价值就发生在2个时刻：你想找地方和你想去某个地方。它是个工具，像水电导航仪一样可靠但被动。但现在 Google Maps 开始往前迈了一步，它不只是帮你执行命令，它开始参与你的决策，帮你想去哪儿，帮你比较选项，帮你理解取舍，帮你完成行动，帮你走完最后100米。换句话说，地图正在从空间查询工具变成现实世界的决策入口。你不再只是问他这里在哪，怎么过去，你开始问他，我现在这种情况最适合去哪？这几个选择到底差在哪？我接下来该怎么走才最省心？而一旦地图开始回答这些问题，它就不再只是地图了，它更像是现实世界的搜索引擎、本地生活的决策系统、出行场景的认知副驾。当然，它也不是完美的，评论可能有水军，个性化推荐可能让你觉得被过度窥探，现实世界变化太快，模型可能滞后。而且当地图开始决定推荐什么的时候，平台权力也在集中，它正在从中立工具变成线下流量分发器，这背后会有新的问题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次更新标志着一件事：地图产品正式从数字化地图时代迈入了 AI 出行助手时代，这才是 Google Maps 在 AI 加持下真正的革命。对于整个行业来说， Google 在这个方向上先走了一步，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其他玩家会如何回应。